就是那一天是我最接近出体的一次，就是你之前提到了，你说就是你看到的那个世界，好像是说那个房间它跟真实的房间一样，但是相当于是那种临界的版本，又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我就是嗯遇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几天我相当于一个人住那种就是5间房那个2层的那么一间公寓嘛，我所有的室友全部都搬走了，他们是交换生嘛。就是相当于退租回去过暑假。好，嗯然后雨不是很大，但是风超级大，噼里啪啦的吹。好，然后嗯你想想，你晚上可能一直做到工作到11点钟吧，然后你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外头都是雨，而且你知道你想到原来那位室友他一直住在楼上，但是他现在也走了，这房子只剩嗯下你一个人了。那天正好我是剪，就是我们聊那种灵异事件的那个视嗯频吧，配的那个音乐啊，确实它是有一点恐怖的。嗯，嗯然后后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口渴，我要一个人到客厅去喝水。嗯就是外头是噼里啪啦的那种雨声。嗯我喝了之后，然后我在上床睡的时候，感觉到哎，是不是这个门没有关好啊？怎么还是听到有很大的风声啊，在嗯一直吹我那个客厅，因为我客厅到后院的草地上头，它是有那种拉门嘛，那种玻璃的拉门。然后我就想，哎，推拉门。对对对，想，哎，那是不是那个门没有关好，怎么风都进来了？然后再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它是那个猫交配的季节嘛，所以说嗯猫它晚上它都会叫，它叫的那个声音很像婴儿的声音。然后就嗯对。就是你想晚上又是风声，又是猫叫声，而且你感觉，而且这间房子只有你一个人。然嗯后呢，我就那么想，哎，是不是完了？是不是门没有关好？结果突然嗯一看到，哎，怎么我这个卧室的门居然也开了，开了一嗯小半，是被风吹的还是被什么吹的？嗯然后我就很紧张，完了，我是不是要去关一下？结果我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发现哇，那一切都是我的那个梦的状态，就是也没有什么猫叫，那个门卧室的门也是关的好好的。然后但是呢，就是它那个画面嘛，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真实，就相嗯当于是我的这个屋子，就是所有的都跟我住的这个环境一模一样，但是就是加了那些风声、雨声，还有嗯，那个卧室门开的声音，还有猫叫声也被放大了。对，嗯，就是你感觉自己已经醒了，其实你还在床上。对对对对。嗯，这个应该就是你出体到那个3.5维，或者就是出体到接近咱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维度了。哇哇，然后再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一般都不穿衣服，有益身体健康。好，所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导致我就出体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够完全放松。我想哇，要是你裸睡再一出体，那不是成为一个裸体的阿飘了吗？那嗯，我觉得这个应该关联不大吧，就是包括阿飘的形态，它不一定跟你睡着的形态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身体。啊，嗯有可能你会有一套皮肤，有一套衣服。对。我觉得出体这个东西顺其自然吧，就是重点是你自己不要害怕，然后还就是你的意识要清醒一点，就是不要太执着这个东西，就是对对。顺其自然。然后那我们观众他们提的很多那些出体的体验，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感觉比较有趣的或者他们问的一些嗯，问题？我觉得很多啊。然后你之前不是总结了吗？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搜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我把它合到一块儿了。然后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些问题吧。苹果这个观众问：请问有人说灵魂出体头会很痛，痛到快炸开，是这样吗？我的个人体验就是不会感觉到头痛，嗯，我觉得跟头痛没关系。当然也不一定，就是每个人可能体验不同，至少我感觉但是没有。是不是有一种那种很麻，就是酥酥麻麻的那种
就是有一股电流的感觉。电流感它是全身的感觉，它不是头部的感觉，就啊是它是电流感，然后震动的感觉。这样子。嗯我再说一个，那个就是我最近收到了有一份观众的邮件。他是在他们住在那个一座城市嘛，说就是有一次在他那乡村开车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在那之前那几天呢，他们观众他一直在读那个海奥华语言，他很相信外星人嘛。结果呢，就是在高速上面以每小时时速60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来就突然看到天上有飞碟，就是而且它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很亮的光圈。然后就是他跟他先生去说，然后他先生也一转，哇，真的是有飞碟。后来他就一直是很想跟他先生去来讲解那个海奥华语言，但是他不是很信。然后最后他也放下了执着，他说像有一些奇迹嘛，就是我们只是自己相信就行了，也没有必要改变其他人的那种观念然后第二的话呢，他平常是很喜欢去演奏。因为我觉得一般就是那种演奏乐器的人，通常就灵性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你那个乐器它也是振动的频率，而且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或者说在弹钢琴的时候，你只是专注当下嘛。对，所以说他说他也有过出体的体验，但是具体的话他那封邮件里面还没有提，我后来又写了一封追问他。那他有给你回答吗？我昨天追问了，我待会儿再去看一下邮箱吧。就是他提到他开车看到飞碟，看到 UFO。其实天上飞的，还有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装置，或者说是五颜六色的，或者说是各种灯光，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飞碟，就是当然也有可能是飞碟，就是我这个飞碟就是指外星人的那个飞船啊。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飞行器，包括天上亮的东西，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可能是自然现象，就比如说那种就是闪电啊，或者说是某一个星体啊，就是有时候白天也能看到星星嘛，或者说是你能看到就是太阳嘛，太阳它有时候会经过多个云层，它会折射嘛，然后反射嘛，它会形成一些奇怪的就是光学现象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类的高科技它并没有向公众公布嘛，对吧？就是像他们很多军方研究的一些先进的飞行器或者一些先进的装置，它并没有就是向公众公布，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了它其实可能是人类研究的飞行器或者什么，它不一定是来自于外星的，或者说是外星人的。但是一般在那种环境，就是他所居住的那种乡村，通常人都非常的少，他是那种就是相当于一望无际的那种状态嘛。对。然后我觉得像那种人为的人造的那种灯光的话，应该很少。而且就据他邮件来描述的原话的话，他反正是看到了就是那种很真实的那种发光体圆盘在那里旋转，因为他说他还能够看到那个 UFO 上面会有那个螺纹。他还说了，就是那段时间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嘛，哇，真的是有飞碟而且就是去年时间就是发生在去年。我觉得飞碟肯定是有的，只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很难去肯定它是某一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也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吧，就是当然它可能真的就是飞碟。有飞碟其实也很正常，就是咱们这个宇宙这么大，然后又有这么多可能性，我觉得外星人的存在，飞碟的存在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那你的那个宇宙观是什么样子的？你对外星人有什么样的理解？我觉得外星人肯定存在，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官方或者说我们的媒体就是不承认外星人的存在，而且也不报道外星人，就是而且外星人也没有主动的说是跟人类去建交或者说是接触，就是不是说个体的接触啊，可能像莱斯塔档案这种个体的接触可能有，但是像那种大规模的，就是群体性的接触，到现在还没出现。我觉得这可能是受到某种就是。最后我想来聊一下我听说的，就是在爱尔兰啊、瑞士啊，还有菲律宾的一些朋友，他们提到的那种在梦境当中，在出体体验当中遇到外星人的经历。就是一开始见到的时候都是很害怕，但是后来发现的话，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意识感官来进行沟通的啊。然后根据他们的说法，一般外星人大概分3种吧。第一种的话就是那种就类似于小灰人的那种存在，就是他科技可能比地球至少领先1万年啊，但是他精神和灵性上面并不一定有地球那么先进啊。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那种他是就相当于是那种宇宙文明的那种科研人员或者志愿者，他来想近距离的来观察，来帮助我们这个地球作为一个野生保护作为一个国家公园吧的这个人类来进行一些灵性的进化。这就好比是相当于我们一些科研人员到非洲去来去研究大猩猩啊，你说我们会去抢大猩猩的地盘吗？抢他们的香蕉吗？这个不至于吧，对不对？所以有人会认为像外星人也许是像刘慈欣他所描述的那种黑暗森林法则，他来过来侵略我们。这一种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刘慈欣的本意，他只不过是通过那样子去写更迎合读者的那种思想。好，关于外星人的理解，你有什么看法？或者你见过外星人吗？你认为外星人真正是应该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我会与你互动，非常感谢。最后也订阅我支持一下吧。